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拜托了冰箱"中国版第6季，更多新鲜视频，精彩不断。哎，全世界最好的美食就在你的冰箱里，只是你自己没发现。欢迎各位收看腾讯视频最强下饭综艺《拜托了冰箱》。本节目由清爽灵芝的每一天独家冠名播出，小白乳白又白，焕活肠胃喝起来。清爽简易零脂肪，活力满满每一天。本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立顿联合赞助播出，一杯好茶换元气，轻盈自在无压力。朋友们，我们嘉尔回来喽！咱们先报个10分钟，1小时好不好？好。我怎么觉得你瘦了？是不是觉得嘉尔瘦了？瘦了，但是帅。其实有减肥。有减肥。减肥的过程当中有看《拜托了冰箱》？当然有看的，然后人家还说我人来疯，什么意思？不是人来熟，自来熟，自来熟。节目当中其实有不断的提到你，你有听到吗？有听到。那我跟大勋一起做主持，你看了会觉得舒服吗？舒服的，老实说是感谢大勋哥，对，感谢大勋哥。其实嘉尔很不容易，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隔离一段时间嘛。那段时间他也为了让大家知道他的近况，也不断的在发一些状态的一些状态，每天的日记，然后看到他那个胡子成长的速度。还可以，还可以。所以下一季的拜托了冰箱，我想不用，就很奇怪，就看它慢慢长出来吧，你是能接受的。但刮了之后说这才是嘉尔嘛，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味道。今天看到冰箱家族有看到那个原来熟悉的味道吗？有的。看到有谁有变化吗？首先乐乐的头发。什么叫耶啊？正常点。两位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认识，我是你认识的，对，董年磊认识，林宇植认识，非常熟但是没有微信。我特别想加，当然会加。OK， 你们的交集是之前录别的节目，嘉尔哥是导师，然后上一次是过年的时候，我在后台采访嘉尔哥，我很喜欢你。你们俩台词是不是我也很喜欢你，林宇植吧？北川乐乐，王老师，这位是。不认识了，当然知道。什么意思？好像感觉是什么？我怕你忘了，好像你介绍我妈一样。这是我妈，怎么会不认识？爸爸，对。那么嘉尔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个大事情，因为其实，在上一季的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彼此的约定，我们要在一个信封里面写上我们猜第6季会请到的嘉宾，还有对方会写到的这个名字，然后看谁写的对，输的那个人要接受一个惩罚，好不好？哇，看到他有点。时刻要到了，这是我当时写的蜡封好了哈，然后这是嘉尔写的，没有人打开过。我们要交换吗？好，我开你的，你开我的，好不好？哦，来了，竟然有一点点紧张。那我先吧。好，你先。我先宣布你觉得的。我觉得谁会来？对 ，OK， 第一个是景宝哥，第二个是小白哥，白敬亭。我写的，你写的是，第一个是小白，第二个是景宝。哇，太有默契了吧你们！那所以是不愧是荷尔蒙啊，心灵相通啊，这是荷尔蒙真的很厉害，真的就没有其他组合能比得上。为何组合你怎么评价？没有。你刚才说你看大勋感谢他来代班，已经结束了，是吧？私下可以有，不可以在节目里面再提为何这件事。也可以提了，就是剪掉就好。OK， 剪掉。好，下面就是猜对方写的是什么。好，我先。咋了？老肖哥，萧敬腾，还有 Henry 哥，然后，怎么了？不会又是一样吧？嘉尔写的是维嘉哥和景宝，但景宝他有涂改，我不知道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开始这里写的是什么？想写井柏然，但是写到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口水笑出来，不想出丑，所以就直接写。这样就意味着
这个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还是很默契。但这个呢，我完全没有猜到他也会写跟我一样的，但是他猜对了一个警榜，我赢了，所以惩罚是没有这回事。有是要穿着游泳的装备录整一期。你们只要敢播，我就敢穿。我反正最近也锻炼。不是潜，不是迫不及待是潜水装吗？潜水装，然后有那个氧气筒在后面。你的话筒会在这里，在上面。你有带我的敢穿？不会是真的吧？就放贴在这里就好。中间，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时候，可以帮何哥披一个泳衣，给反应的时候也可以披一个眼镜。对。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小白跟景宝这件事情上是有统一的认识。对。那如果比如说只能来一个，你会希望谁来？只能来一个的话，就都别来了，因为不能缺一。不来挑事儿的，没挑成。怎么样？啊，出了。他不知道是从那儿出，他吓一跳。欢迎我们的景宝小白，欢迎！全身都是白的，果然小白哇！拿了我们的每一天，哇，真是很称职。来，请坐。侯老师，这个是。这是我上季输了，就说要穿泳衣，对，但他怕我为了露太多，收视率会爆棚，就只是写了个泳衣。这么敷衍吗？这你想要怎样？你还好吗？你？我还好。我很想你。还好吗？我很好。你瘦了很多。对，因为隔离瘦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说你胖了。确实胖了呀。你们刚才见面了？对啊，我们在后台嘛。那你刚才有见到他们俩吗？刚才没有，但是最近有见，在视频上见。在视频，我俩打了，我打给他。但我俩就是这么面对面的，上次见还是将近3年前了。哦，对啊。但怎么感觉好，就是一直在我身边。你干嘛回避我的眼神？因为你为什么瘦了就变油腻了？你为什么变油腻了？不是，我们咱们上次是在何老师的家里。上次见面还是我们不是，咱们是在我扶着你颁奖典礼的时候见的。颁奖典礼，对，导演组做过一个统计，这2个是活在拜托了冰箱我们嘴上的男人。对，然后宝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过12次，你小白被提到了14次，主要是因为有一期节目是大勋跟嘉尔他们2个争夺你，就是谁跟你更好，肯定是我。结果大勋你说带了节目带到上一期都是他，一直盼着小白来，小白来，大勋走了，这意味着什么？缘分，缘分吗？天时地利人和。该不会是你听说那个大勋走了你才来的吧？倒也不是，是吧？好，今天玩一个非常刺激的，叫做友情世界杯。我会 Q 2个名字，然后你要在这中间选一个，一共有3组这样的组合。这3组当中获胜的人呢，然后还要再进行这个1对1 PK， 最后赢出那个人就是拿到了你的友情世界杯。输的人就穿上这个泳衣。首先第1轮是景宝要来互动的。张若昀和魏大勋。张若昀，犹豫一下，你还重新再来一次，重新来，给个思考。张若昀和魏大勋，给，哎呀，太难了，好苦恼。张若昀吧。白敬亭和萧敬腾。白敬腾，白敬腾，我敬腾。好，白敬亭，需要问为什么吗？因为他在现场啊。那请问张若昀和魏大勋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勋就没有走到过我的心里。哇塞，走到过我的心里。太难了，一直在皮毛上面流淌。毕竟他，对，是送过我那个很不走心礼物的一个人。下面这个尴尬了，2个人都在现场。我和嘉尔。肯定是何老师，当然，但并不代表我不爱你。当然，因为我走进你的心了。哦，张若昀和白敬亭这个还好，应该按照谁在场的规则。肯定小白了。若昀，你赢了魏大勋，输了白敬亭。若昀，下次你跟我一起来的时候，我再选你。
若云说来早了，那尴尬了。我和小白，我来宣布，你来宣布，肯定是何老师，因为是吗？恩缘比较久，恩怨长情比较久，就是那个关系更久时间。你都搞得我都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刚才恩缘又是恩怨也不太对，情缘。情缘，所以我是景宝的，拿到了他的友情世界杯。对。下面到小白，张若昀，不见得是魏大勋啊。我觉得大勋伤害过太多人，是真的。你们人一直在伤害他呀。好，张若昀和萧敬腾。萧敬腾，为什么？因为张若昀挑衅过我。我之前上一部戏在南京拍，然后那时候特别想吃涮羊肉，然后但南京没有特别正宗的那种老北京涮肉，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特别想吃涮羊肉，然后张若昀第一时间就给我发那个微信，然后他就拍视频，嘿，涮羊肉还麻酱，羊肉还跟我这直播这香，还有这烧饼，这太欠了。他真的就是这么巧的在吃涮羊肉，然后他现场给我直播给我说这些，那说明你们两个很有恩缘。对，所以我选萧敬腾。王嘉尔和魏大勋。OK， 王嘉尔，我帮他回答一下。你赢得不光彩，真的。为什么？因为对手是魏大勋吗？你不要装在想好不好？哥，你看着我，不知道这么犯话，这舌头咬破。啊，王嘉尔。下面我和景宝，他也没选我，所以我选何老师。他选了你，他没有那个成为我的那个世界杯。好，报复性的选我。萧敬腾和王嘉尔，你要给他一个在什么情况？就是此刻，在任何情况，嘿，此刻，开始黑。其他时间不重要，现在啊，对，王嘉尔。啊，谢谢。我和王嘉尔，你自己选，我听你的。何哥，因为恩缘比较久，我觉得我已经拿了一个世界杯了，我觉得你别让，可以拿2个没关系。OK， 我们3个今天怎么选，最后选的都是何老师。我相信嘉尔。OK， 那我和何老师经纪人，除了何老师就是你了。哇！哎，完了，我把景国人。没关系，不重要，回头再说吧。其实小白在现场还有一个朋友，是吗？这个也是我们每一次在这一季我们拿到他、喝到他，都会想到我们的小白。就是我们的每一天小白乳。零脂减糖还有膳食纤维，好喝无负担。哇哦！这个小白乳的名字是你跟每一天一起想的吗？我觉得也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比较有缘分，正好就是小白乳汇合在一起。哦。好，来给大家分享。每一天小白乳，有这个原味的，也有桃味的。你就为什么没有寄一箱给我？因为你不在北京。我在啊。连景宝哥都没寄啊！这么好喝，不是应该自己花钱买？对，怎么不支持兄弟一下？是因为小白本人来吗？你看这个升级了，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不同的手势、手指头。这个是摸脑袋的，刚才有看到一个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这样的。从1比到10。3要怎么比啊？3啊。哦 ，OK， 4，4真的很难。我们下面要正式开小白的冰箱啦，朋友们。这么快？先来猜猜看，这个冰箱不用猜了，我觉得肯定有每一天，相不相信？我答同意这个答案的举手。我同意。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没有了，只有小白乳。小白带了冰箱，其实就在那儿了，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冰箱。应该有色拉吧？他常年都吃色拉呀。色拉健身，对，健身完了之后肌肉，要么就是减肥，要么就是减肥的路上。哦，鸡胸肉，鞋。我太拼了，也合理。小白是王嘉尔的好朋友，肯定王嘉尔喜欢的。我在里面。芝士啊，或者是冰淇淋这种东西。我听说小白是北京怀柔那边肯定有板栗，有人猜到了吗？好像大多数都猜了。哇哦，这真是一个毫无惊喜的冰箱。米酒，酒，又猜到了。是啊。好，下面进入我们的料理环节。提案，现在我的提案是
没有了，因为之前呢，在每一天小白冰箱策划案的活动当中，有非常多的网友来跟我们一起猜测，脑洞也特别大。有人呢猜了发带哑铃，然后还有很多粉丝温暖的留言。我们节目组呢也翻牌了一位叫做小花想长高，他说喜欢你的认真努力，我也在因为你变得更好，爱你。下面我们就要一起来打开小白的冰箱揭秘喽。上面3个哦，豪华！哇哦，白色的冰箱。好，我们现在来戴上手套，去开小白的冰箱了。来喽！你看我是不是每一天？好正直的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样子的，你看。哇，这个是一，真是一定要攒齐这个10个。这个是西柚樱花味儿的。我们看到，首先第一印象是非常的整齐和丰富，对同时这里有密密麻麻的很多蔬果，蓝莓、圣女果，然后百香果、柠檬、火龙果、灯笼椒、土豆，然后胡萝卜、西兰花。你这个应该是跟爸妈一起用的，对不对？对对对你这是在家里的那个冰箱。对对对，虽然我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可能就是回到怀柔跟父母待在一起，就一起用这个工作。是真的，我们有时候约小白来家里玩的时候，说得早点约，因为太远，很久要很久。对，后来你是不是在市里也有个房子？对，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时候从怀柔去，人家会觉得时间太长了。那是买的还是租的房子？现在是租的。所以你到现在没有在北京3环买房子，是吧？他一直在节目里说他要在北京3环买房子，在3环租了个房子，也差不多了。我的这个室友跟他一起住了好长时间了。白同学，你没有跟我介绍过，但是我见过，我还见过他的内裤。因为那次去小白家里吃火锅的时候，然后一进门就看到他们晾了很多衣服在房间里面嘛，然后就看到有很多袜子跟内裤，就是完整的洗了一整批。还一起住了多久？从可能出道到现在吧，20几年。我觉得这个很妙，因为我们其实慢慢在毕业之后都是很想要离开父母，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空间。那可能跟大学同学能够相聚一下，都觉得很珍贵，不会说要跟他住在一起。我们常年在外面拍戏嘛，其实拍戏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自己住在酒店里面，就还挺孤独跟无趣的。然后，每天就是拍完戏回到酒店自己一个人待着，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我就希望能多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多跟父母在一起，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吃就没滋没味儿。但如果有3、2好友一起吃，就觉得就有一个伴。对，我特别喜欢就是大学宿舍的那种氛围跟感觉，集体生活。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除了这个圈子之外，都是我小学的同学。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就是我可是拿了世界杯的人。刚说了，对，我和你的室友。好了。客气了，因为我在这儿，对不对？我和你的室友的那个内裤，没必要和一个内裤比吧？不光彩，太拼了。小白跟他的朋友关系真的很好，之前在大侦探还帮他的发小来追星未成，所以你经常帮助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工作人员来实现他们的追星梦吗？就还是看他们追星的那个态度吧，就不是那种 over 的那种特别外放。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因为我有偶像嘛，我能感觉到任何偶像的力量。我就想能够通过我这层关系，就是如果这个艺人方便的话，就说句话之类，我觉得这种会比较有动力，或者就是他有电影，我去请他去看。帮人合过影是跟刘雯是不是？刘雯是发了一段语音，其实我不认识刘雯，也是因为我工作人员生日，然后喜欢刘雯。对，喜欢刘雯，因为刘雯也是我自己比较欣赏的艺人，然后包括胡歌我都非常欣赏的，然后就是借我的工作的便利吧，可能我也想认识人家，然后就正好找了个借口就去了解认识了一下，然后就要了一段语音来祝福他。对对对。这种问题怎么会出现在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呀？胡歌是话剧票，对不对？因为当时那个如梦是非常难抢票，就去帮他找了几张票让他去看。景宝，你会做这种事吗？就看追谁吧。如果要是追的是我也觉得还不错的，我可能会努力一下。如果要是追像大勋这种，
好可怜。我就可能给他讲讲故事，让他顺利脱粉儿。千万不要喜欢他，他伤害了太多人。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刚才看到哪里了？我们看到这一层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层。这一层呢，目测是一个蘸料大集合，有非常多不同的酱料嘛。对，腐乳、酒花酱、蚝油、豆瓣酱、芝麻花生酱，各种的火锅蘸料，这样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就是喜欢火锅吗？之前有过一个照片，就是他在吃火锅的时候，他面前有5份蘸料。哇，所以他对这个蘸料是非常讲究的哈。对，吃火锅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蘸料呢？就是吃不同的食材，然后我觉得应该配它能吃出最好吃的味道的蘸料。你对火锅的喜爱是到了那种可以一个人吃火锅的地步吗？一个人就吃麻辣烫，没有那个仪式感，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吃火锅就必须就是你空出差不多3个小时，就好好就很放松的、痛痛快快的吃，就吃。所以你吃麻辣烫很紧张。出国会想念火锅吗？我出国就找火锅吃。我已经吃遍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我有一次在爱尔兰，对，就很巧用了同一个司机，然后我那个司机他不知道我是谁，知道那个小白嘛，然后就跟我说啊，白敬亭你们知道吧？看过他的综艺吧？我说哦，小白知道的，这条火锅我带他来的，排了好长时间队。所以其实有时候同一个喜欢的食物会成为一个社交的方式，像我们锦宝会在国外通过一个同样的司机，会通过火锅把他和白敬亭联系起来，说这火锅是我带白敬亭来吃的。那么现在有很多这种美食社交，比如说奶茶社交，就是你爱吃哪个品牌的，我爱吃哪个品牌，互相还会介绍。你们两个小白跟嘉儿，你们是因为什么成为的朋友？开始见面的时候也没那么多话聊，因为我很多话的，就他没太多话，对，就发现他精神有点问题，是吧？对嘻哈音乐就非常的有研究，然后随时随地只要我们休息的时候拿着音箱在那儿。然后听的歌也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听的，然后慢慢就去靠近接近他。那时候是还没写我的第一首，然后当时就他给我分享了很多，他给我听他的 demo，然后我第一次巴比龙是给哥哥们听的。对，然后我自己是那方面的天赋是很高的、很低的，但我非常喜欢，我非常热爱。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才华，然后我很清楚他对音乐有多么的热爱，就是他跟我谈到这些的，我能看到他眼睛里那种热爱，我很坚信他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非常好。他每一首歌我都听，而且就是他拍的 MV 我都看，我会特别兴奋的，我都会回馈给他，就是作为朋友告诉他，他真的在做很棒的事情。而且就是虽然很长时间没见，但我觉得我以一个朋友欣赏的角度一直在关注。我觉得男生成为朋友的理由常常会很简单。小白还有一个交朋友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篮球。我交到好多朋友，而且我觉得我之所以能跟那么多我的发小保持很好的关系到现在，就是因为篮球。然后萧敬腾，老萧哥也很厉害。我们3个还一起打过，在录节目的期间，就跟路人去打。结果嘞，完全被打败，只有老萧进球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也进了一个，我一个都没进。我很努力，但是对，就是我你不允许他在篮球上面忽视你，对不对？但是他真的很厉害。还看过一个你在片场就是忍不住拍瑜伽球的这个。我进剧组必须带2个篮球，就是在那个车上，因为就是如果有休息的时间，我就会自己练一下基本。但当时因为球没在身边，你就开始拍瑜伽球。对，因为瑜伽球很大的那个，对，在健身房也是他搭着他腿长，他就还在胯下运球，要我肯定就卡在那个球上面了。你别伤到自己就行。我们就让2个篮球爱好者来有一个小小的运球的小游戏。我对你跟那个小白来好不好？好啊，但我只是爱好者，先声明我只是爱好者。别，先简单的一个篮球的胯下运球。穿西装打球的男人，先简单运2下，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游戏的规则。哇，好帅！你以为我不会这个？来，王嘉尔。不播！哎，你以为我不会这个？只能播这段。No。
我们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小白跟嘉尔的一个小 PK，4种球胯下运球的接力，每一种球都要完成5次才能够进入到下一种球。拍5下就好了，对吧？对，拍5下就好。第一个是乒乓球，第2个网球，第3个是气球，第4个是瑜伽球，好不好？我跟景宝负责给他们递球。我刚刚看他们2个都对着后面这样。收拾一下。你们干嘛去？干嘛？现在特别吓人，2个人在景宝的冰箱后面深蹲，你知道吗？深蹲。赢了没啥，对吧？赢了可以在友情世界杯上夺冠。还有就是微信我们4个的群，红包。最近真的学得很社会，是不是很社会？缺钱最近。微信群的红包，这是王嘉尔说出来的话。说得出口。哎呦，磕到了！你先赢好不好？来，准备，预备，计时开始。1、2。哎，快，太小了。3、4，来5、3。好，小白5个了。5，可以了。下一个。王嘉尔5币啊。都学会了。好，最后一个来，这个就不能用那个了，肯定不行。哇！生气了。好了，小白先结束，然后呢，王嘉尔以生气告终，好不好？来，辛苦2位，来请回来坐。好，我们宣布刚才的这个多种运球获胜的是小白，第2是我，第2名是王嘉尔，谢谢。我会把我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友情世界杯的桂冠呢让给小白，另外还要我们3个还要在我们4个人的微信群里面给他转8块88。我也要转吗？其实我们俩不应该转，我觉得我很应该是他发一个红包是8块8毛8，我们3个人抢。对，而且要转的话，应该是你转，因为我是给他递球的。有道理。我们一起4块4，你也4块4，加起来8块8。好无聊，好无聊。接下来继续看冰箱好不好？税后的，学得很多哎，现在还知道算税后了。好，我们继续看，往下这一层有全麦的吐司面包，各位，然后有一坨鸡肉，然后另外还有刚才你们猜对的低脂鸡胸肉，这是肉肠，然后这是鸡胸，还有蛋白粉，这是蛋白粉的歌。这个不是蛋白粉，这个是布朗尼，是一个 cake， 这是一个 cake。OK， 刚刚看到这个我很好奇啊，低油魔芋素毛肚，零卡果冻，你连零食都是可以找到这种不肥的。我自己实在是太爱吃零食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为了怕自己胖，我都是嚼一下然后吐掉，嚼一下吐掉，然后能吃1晚上。到后来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是精神上的那种快感，然后就找我看这个有没有热量很低的零食，结果就找到了0卡的果冻，开心坏了。而且你能够有一些办法让一些低卡的不是很好吃的食物，你想一些办法把它变得好吃。对，因为我特别爱喝鲜奶，然后再加上一点什么红薯、紫薯，然后再加一点燕麦，就这种自己早餐吃就特别好，而且我又好吃又健康，对，也不会很单调。然后包括鸡胸肉，因为单吃鸡胸肉很多人都觉得很难吃，我妈会为了我去做水煮的鸡胸肉，就水煮肉片换成鸡胸肉，然后包括我把鸡胸肉烤一下，然后放一些调料，就像吃烧烤那种味道，所以就是孜然、辣椒粉，对，其实是很香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那么不喜欢吃鸡胸肉，我自己是特别爱吃鸡胸，然后鸡腿之类的。我之前在哪个节目讲过小白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录完《大侦探》之后，我们去吃饭，然后呢，小白就非常开心跟我们一起去，但那个时候是要进《平凡的荣耀》的剧组前，因为那个角色呢，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更瘦弱一点，所以他那个时候在严格控制饮食、健身。对，我就想说他去可能会吃的很少，结果他全程跟大家一起聊天，很开心，但没有摘口罩。那个时候是疫情前，就是没有人戴口罩，所以他在那个餐厅里面就像个怪物一样，就是为了不吃，他戴着口罩坐在旁边，然后跟我们聊了一整晚。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还是蛮有毅力的。所以你那个戏是把自己体重控制在多少斤？那部戏应该大概是115到120斤之间吧。哇，但已经是很瘦了，因为你很高，183嘛。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体型的管理，包括你体重的管理，是我自己对一个角色建立信念感的一种方式。那段时间就是把体重尽量的去保持在那个区间，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要一个气场相对而言比较弱的感觉。对，我也会分析这个角色他的家境、他的工作强度，然后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把自己调整到那个状态，我自己演戏的时候会特别舒服。所以我不觉得就是少吃一点或者不吃什么会很痛苦，为了那个角色是还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乒乓的时候要增重是不是？对，乒乓的时候，因为我毕竟要饰演一个世界冠军，我希望自己能够看上去更像运动员一些。参考了像王励勤老师，然后他虽然四肢修长，但是那种肌肉的线条那种美感是在的。我希望就是既然我们身高差不多，能不能打造成像他一样，以他为标杆，至少外形上让大家相信就是我是一个运动员，我在那儿。其实大家看我疯狂的晒什么举铁的照片秀身材，其实也不是说我突然就迷上举铁，而且也是因为那个角色。那个戏的体重是控制在多少斤？王励勤老师是75公斤，那我觉得我短时间内长不了那么高的体重，我就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40斤。我们大概拍了有半年的时间，就在那个期间就控制自己吃蛋白粉，然后大量的摄入，然后又疯狂的锻炼。我又不希望自己吃成那样就是比较臃肿的那种，我希望能镜头前我那个肌肉线条是一条一条的，而不是就是一坨。好挑啊，还一条一条的，给我一坨我也可以。就我自己挺享受那个就是塑造每个角色的状态，包括那个《天盛长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第一次拍古装，我压力特别大。那个小说里面形容那个角色又是特别绝世美男，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我就长成这样，长成这样，我还能怎么办呢？啊！但适度的谦虚，适度的谦虚。但古装扮相就一定要那种就有轮廓感，会很好看。然后那时候就剪，我就要剪到说看到。那个下颌线，对，那种感觉要是这轮廓，但有点不健康。那时候是控制在我最低的时候108斤，我都有110，但那个上镜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嘉尔，你现在也只有100几斤，我觉得你现在现在有多少斤？公斤的话是58.2， 58.2，116。但是我第一季的时候是74公斤。有吗？我那时候的大腿是很大的，这里的部分很厉害。你看到疯狂健身，你是什么感觉？没感觉。但是好像你的粉丝们并不是特别喜欢你变很大只。对，其实我也不会练到很大只，练到很大只也非常的难。锻炼有一点特别好的是，我觉得对我整个人的心态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而且你起床的时候，你健身的话，你起床会很清爽。就健身之后就特别爱照镜子，就基本上起床的时候是那种盯着起来的。就是那个头还没有离开枕头，胸肌已经而且来哥的那个社交网站上面的照片是完全就是一个菠萝盖一样，是叫菠萝盖吗？叫菠萝盖不是就是菠萝包一样的一个bang，完全就是很难练的那个，很吓人。对，所以你们俩现在的维度或者身材比例谁比谁更好？你们一眼能看出来吗？因为疫情期间我也长了挺多肉的，我看你还不承认你胖了。但最近在恢复的，我觉得还不错啊。下面这个互动呢，我相信观众们会非常的喜欢。要请嘉尔和小白互相为对方测量维度。来，这么主动吗？这种时候不是应该矜持一下？我量一下脖子还是怎么样？脖子不用。来，那个我帮你们辅助一下，先那个嘉尔量小白，我就帮小白拿西装，好不好？我好久没这么近了。你们俩干嘛呢？这什么节目？拖自己了好不好？先是你别你的看着我好不好？哎，胸是这里。对。你不要趁机随便的。不趁机啊。来了，这里对吧？允许大家稍微绷点劲儿啊！你要不要做一下俯卧撑？不用，不需要。好，非常的自信。你刚才非常的自信。我
很放松啊。最高的位置啊，最高的位置。卡到尺子，又进到尺子扯不过来。哇，怎么这么大？看这边，这是试尺，看这边，105。哦，真的。哎，没有，太紧了，刚才太紧了106。不是你为什么？到他的胸来，我1.75米。好，哎，别这样。哎，这个节目怎么怎么回事？也没有过这样，就是你们自己把它玩的特别奇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嘉儿盯一下，嘉儿盯一下，盯一下，我挡一下我的脸，哥，挡一下我的脸，挡一下你的脸，来，挡一下我的脸。给这尸体都在抖。王家摆出那种上厕所的感觉，马上就哭出来了，眼泪我都看见了。啊，可以，可以。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好，来，你表情放松，舒服一点。100，好，100，谢谢，硬撑，我觉得够了吧？再来个腰，是不是？啊，来个腰，好，来个腰。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腰真的一踢就折了，太细了。小白的腰真的是。哎，你的话筒，谢谢。你要勒死我了！哇，还68，哇塞，66，我还可以更少。哎，好好量一下啊，还可以更细是吧？哇，来，真的不是开玩笑哦。59啊！哇，怎么可以这么细？卡到肉里面去了。好，下面来王嘉尔。不行，这个在里面，这个吃亏啊！没事，你绑紧一点，绑到血不通为止，停止那个血液循环。等会儿，这暂时不要呼吸了。对，找到那个最细的地方。努力啊！啊，来，你这走。哎，63，你怎么会比他腰粗啊？你63，你好意思当艺人吗？59，106，106，不是，你可以紧一点。我帮你再试一次。对不起，我帮你再试一次，从正面来啊，正面来。我发现嘉尔是，其实他这，其实确实是63，大家。哎，他怎么做到59的？刚才那一下不是，这个是有弹性的，你再拉近一点就可以是吗？对，紧一点就可以。 OK， 好。好，来，我们继续看。好，接下来这边就有刚才黄老师说到的这个怀柔的这个板栗，有人现在想吃吗？有，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吃吗？来，谢谢。好，然后还有这种健康饮品，巧克力什么的。巧克力，然后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是黑芝麻，是怎么个吃法？请问？因为我跟我爸我妈用一个冰箱嘛，然后你爸你妈让你吃的是吗？对他们就让我吃，说对身体也好，然后我自己吃就是都加在那个什么，做完菜之后明明不好吃，我觉得点缀一下就看上去有食欲。你是有什么困扰吗？主要是我爸现在头发已经就非常的，所以我每次看到我爸我就非常的担忧。所以你们家是你爸你妈叮嘱你养生？对。你不穿秋裤这件事情他们知道吗？我穿秋裤，我必须穿秋裤。哦，是吗？对，我拍戏也得穿。那为什么有很多粉丝在微博上喊你穿秋裤？哦，可能是因为之前上过一个热搜，就是那个他们觉得我里面穿了球裤又穿了破洞裤，然后就问我说你穿没穿这个那个秋裤在里面，肉色的秋裤，但那是我的肉，我很莫名其妙。啊，不是秋裤，那个看起来非常像一条秋裤。而且我见过那条裤子，我为他作证，那真的是他本人的腿，但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就非常像一条肉色的秋裤，穿在一个破洞牛仔裤里面。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别人就觉得我好像有问题，为什么要穿破洞牛仔裤里面还要穿秋裤？气质吧。
你觉得粉丝们喜欢你哪个点？就喜欢这种穿秋裤的点。因为很多人是你的手控、泪痣控、眼镜控，还有人说你是斯曼男。为什么说的这么可恨呢？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什么是斯曼男吗？完全不知道，就撕开漫画走出来的男人。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反转魅力的小互动，那就是戴眼镜之后，从阳光男孩秒变斯文反派。谁先来？斯曼人啊？斯曼男。斯曼男先来。小曼，你先来。斯曼男 ，Let's go！ 来吧！斯曼，这个气氛非常的诡异。要演那种坏坏的感觉，一定要从下往上看。OK， 对。你今天喝每一天了？好，降到宝来。你笑什么？一二头啊 ，yes， 3。完了，我拍广告的这些秘诀全让你们发现了。每一次看小白的热搜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爆笑的点，就是他的粉丝老是送一些很奇怪的话题上热搜。我们有一个截图，看一下小白曾经上过一些什么奇怪的热搜啊。哇哦！首先，白敬亭是萧敬腾、王嘉尔的铁粉，这是怎么回事？井柏然去哪儿了？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好解释。是什么来着？那段时间他跟萧老师一直在拍一些那种段子。他们拍就拍吧，老艾特我。对对对，然后就故意给我看，就是你不在，然后他们会把我写在纸上，就假装我在的样子。哎，他们每发一个我都会去看。我们哎不行，一定要小白加入，怎么加入呢？然后我们看到桌子上面有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想看今天谁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就你们拍就拍吧，别让我看见也行，还艾特我。就里边明明任何我的信息都没有，就非得让我看。看完一条我还得想尽方式的去留言，又不能丢面子。然后那时候刚好微博出了铁粉，就是会旁边写铁粉。我留第一条的时候还没有，后来再留的时候会发现我给他留言上面会写着王嘉尔铁粉。这个会掉吗？这个比如说你一段时间不去回复，会掉？会，现在应该不是。难过吗 ？OK 啊，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发任何完全跟他无关的事都会艾特他。什么？哦，今天来录制艾特白敬亭，收工了，艾特白敬亭。那送女生3盒藿香正气水，这个就有时候会有一些营销号会给大家编故事，这个就是编的故事。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有人中暑了，然后让我送他3瓶藿香正气水，然后我嫌弃什么藿香正气水，反正就编的细节写的特别就像小说一样。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就完全没有这个事儿，我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就是觉得难过的一点是，这个故事编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它是真的，就觉得我真的会干出这种事儿。如果打篮球的时候，你的女友夸别的人篮球打得好，你会怎么做？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女朋友说：“哇，井柏然打球打得好棒啊！”你会怎么做？我首先想象不到他打球很棒的样子。萧敬腾打球打得很棒，我觉得没有人比我。季建联，就忍着吧，这还能说什么？我说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你打篮球，然后突然之间女朋友说魏大勋哥打篮球真帅，超棒，哇，可以分手了，我觉得。我哥说了可以分手，那不就这么做了？我同意了，有点太过分了。现在我们要集体向大勋道歉，好不好？大勋，对不起，我们爱你，爱你才说的。你会怎么做？你女朋友夸其他的人男生，对女朋友喜欢的一些事，我也表扬其他女生。哦，宝儿你会怎么做呢？甩脸。
甩脸的，对，当场甩脸，怎么甩？这是搞笑。太幼稚了。你这个表情会出现在我微信的表情包里。你继续看，朋友们，冷藏室快看完喽。它这个很特别，它这个是这样开的。哎，这里为什么有瓶酒是开的呀？在疫情期间，我有时候会跟我爸喝酒，然后我俩喝不了那么多，喝完之后就出于节俭，我们就把那东西塞回去，然后再放。那这瓶可能现在不能喝了，哦，是吧？然后有可乐，我自己特别爱喝饮料，所以就会里面有各种没有糖的饮料。这个是，哇哦！这样开。哎呀，这好高级哦！清酒 sake，可以打开吗？这是一个日本酒，19年制造的，但这个你要尽快喝掉它。不是说今天啊，我是说尽快，因为清酒是越新鲜越好，它不是越放久越好。我们还要放进去吗？直接这样放没？不是这样放吗？还是你希望放在盒子哥？你带走吧。就等你这句话。带走，那你就连盒子一起带走啊。先放着冰一下嘛，先放着冰一下，等会儿拿走的时候再。好社会啊，王嘉尔现在。自己人。我太难了。今天小白会为我们 DIY 一个这个小白乳特饮，我们今天这算是小白和小白乳的正式合体，好不好？不只是屏幕上的合体。好的，来，我们辛苦小白来帮我们做一个小白乳特饮。每天早餐吃的。说实话，我不是打广告，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喝这个，因为晚上可能不会吃很多，想一想第二天早上可以喝一杯这个，就还挺开心的，就可以慢慢的。这是一种安全感啊，幸福的期待。我觉得先做这一瓶吧，然后用原味的这个。先放一点这个百香果打底，然后因为夏天嘛，大家可以放一些冰块，加很多1/3的这个气泡水，然后再加上我们最关键的每一天小白乳，就这个颜色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再加上一些装饰啊，还有薄荷吗？薄荷，你薄荷你拍它一下，它才有薄荷的味道。对，再加2片柠檬，漂亮，非常的完美。我们可以尝一下吗？当然，这杯给你给谁？给我最心爱的。这不，我等会儿再做不就好了吗？你先喝吧，你喝，你容易吃醋，你喝吧。这样弄到我是坏人。你喝吧。好不好喝？给我是值得的，看这表演。然后我为它起名呢，就是叫百里挑一，百里挑一，因为每一天嘛。然后第二个就简单一些吧，加一些柠檬，然后加一些气泡水，然后再加上每天小白乳。这个叫淘气小白，所以就这么的淘气。谢谢。淘气小白，来，棒，谢谢小白。大家学会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原材料非常好找。其实都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做很多种方式。好，来，我们再看冰箱喽。这边再跟大家汇报一下，这边有鸡蛋，果然你们猜对了，很多的鸡蛋，然后有苹果。然后有这种深色的这种叫什么梨？秋梨吗？这个是工作人员送给我的，很瓷实的梨，果然是有蛋白粉。哦，偶尔会想吃点辣的，会有腊鱼。哎，我没见过这么长的腊鱼。好，然后这边有红枣干，花生，它的好养生哦都。因为我跟父母是用一个。这是什么？这是萝卜。再到这边有饮料。白芝麻面膜，然后，这个包装很少见，它是那个星战的那个版本。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我爸我妈他们买的一些我以为你营养品，叫苦味饮用水啊？什么？你喝过吗？我妈说喝完了对身体好，我也不知道哪方面的。这个是那个水里面钠的成分比较多，味道是跟色
你没喝过啊？我没喝过。有人喝过这个这吗？个日期看一下，是19年11月生产还是？生产，新的，它是从捷克来的，很特别。有人想尝一下吗？可以吗？爸爸妈妈买了这个看起来蛮时尚的啊。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自己买的，像那个酒，其实是我买给我爸喝的，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喝酒。那么难喝吗？苦的，真的是苦的。喝了有什么用呢？老人就缺钠，就是有什么肌肉要死肌的抽筋儿了这种。或者中暑了，就是极度缺水的情况下，喝一些钠，然后再喝水就。所以你冰箱里很多这种低卡的零食啊，还有这种很酷的功能饮料，都是你爸爸妈妈买的。对，回家次数也不是那么多嘛，他们也知道我不太吃糖，然后就买了很多，只要是没有糖分的，然后低卡的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其实虽然不吃甜的，也不用喝这么咸的水。父母还做过什么你觉得很酷的事情？我觉得我爸是一个挺能跟得上时代的人，从小到大，我觉得他都是特别爱学习，然后能够去跟我分享生活的一个。就比如说我学钢琴的时候，他也跟着我一起学，我会发现我学的同时，他比我练得还好。然后包括玩网游，我爸跟我一块玩，就上初中小学的时候。你妈妈是支持还是？我妈当然不支持了，但管不住，因为管一个已经很难了，结果2个人都在玩。那个时候就我们家只有2个屋子，一个是我父母的房间，一个是我的房间，电脑在我的房间。我经常夜里可能11、12点，我睁开眼，发现我爸坐在我的电脑桌上打游戏，在打枪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放学早，我就跑去同学家去打游戏玩网游，登录账号，我爸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他也在线，他看见我登录了，然后就特别尴尬，本身是偷偷想去打游戏，没想到他也在玩，然后就看到了。后来他有跟你妈说这事吗？说他根本不是去同学家学习。没有，他不太介意我打游戏，他会带着我去。不介意，因为他也有把柄在你手上。有一次我们家就那个时候还是拨号的网嘛，然后我家断网了，他带着我去我二大爷他们家打，把我哥哥赶走了，我俩在那玩，玩完之后再回家。你的名字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我爸起的。我们是要排那个名字的辈分，然后你是进字辈还是？我是严字辈，岩石的岩。岩石的岩。对。所以白敬亭是艺名，你原来叫白岩亭。我差一点就叫白岩什么。我哥哥有叫白岩海、白岩松、白岩松，然后。等一下，白岩松是你哥哥？我的天哪！就是同样的名字，但是不是那位老师啊。对。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就是白岩松老师是我们村的，然后我真的就特别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就是我们村出名人了，然后一直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看他的节目，然后后来才知道哦不是，然后到我这儿我应该也叫白岩什么，因为那时候还没出生，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我也就定了说男孩就叫白岩龙，女孩叫白岩凤。因为我爸还是挺潮的一个人嘛，然后他就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名字，然后他觉得男人如山嘛，敬亭山是一座山，所以就希望起名字其实好听的。我开始还以为敬亭是艺名。小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安静的静，女字旁的那个亭，就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女孩，一听这个名字。然后我第一次户口本上写的也是那个敬亭，因为他们觉得是个女孩。然后包括我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永远写的是那个2个敬亭。那个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叫白岩龙。对，小的时候会觉得我为什么像女孩的名字，但你说青年演员白岩龙，和这个表情和这个样子不太能搭上，还是白敬亭比较适合你。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会有我们想不到的孩子气或者是很新潮的一面。不知道宝儿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看到长辈，就是你没有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我妈有一次追星，对，我说我妈去追星特别逗。我从小就觉得我妈就是她说话的那个 key 啊很高，经常就是她跟别人说话或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以为她在吵架。然后有一次我拍捉妖的时候，正好跟梁朝伟一起，那天通告很满，然后我妈说要来现场来看我，说妈你别来了，我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然后结果她就背着我找了我的同事，到了郊区的现场。郊区的现场。你怎么带着嫌弃呢？
就是离你们那儿挺近的。就是我家。怀柔的片场。对，然后我妈来了之后，其实我知道她来干嘛的，无非就是想要看一下那个梁朝伟。对，然后她就去了，我觉得很懂事的说，我说那个梁先生就是我妈。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听到我妈就是用那种很少女的声音，还说普通话呀，说梁先生你好，那个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以后会支持你的。我就惊呆了，我30几岁，我从来没见过我妈说话是这样的。回到休息室，然后我就看我妈，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妈呀，那个见到明星挺紧张的，我嘴唇的都直哆嗦。”对，这是我妈最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导演跟妈妈表扬那个景宝，对，演得越来越好。而妈妈的回应是，我妈说：“梁朝伟这个眼神啊，很伤人。”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冷冻区，这个冰箱真的很丰富，哦，好多呀，算满满当当了啊！馒头啊，这个是窝头，这是大的馒头啊，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花卷儿。我的天哪！这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应该是自己做的，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这是蒸这些。一餐一人几个，还是几人一个？不管有几个人，我妈都会蒸一堆。所以为什么冰箱冷冻室这么多东西？就是妈妈做饭没有量。对，我妈3个人吃饭能做出10个人的量来。对，然后有很多冻豆腐。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豆腐、冻豆腐，就是各种豆腐类的东西。OK， 会有羊肉卷，这个是鸡胸肉，又是鸡，然后有虾仁，是巴沙鱼，最爱吃巴沙鱼了。巴沙鱼、年糕，这里面还有麻辣小龙虾啊，哇，馄饨、春卷儿，哎，我真的有点饿了，我就流口水了。我也饿了。冷冻室的食材汇报完毕，我们这么多季，这个冰箱的食材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发现没有？对对对。但是就是非常适合做料理。对，迫不及待了都。所以你们家一般是谁做菜？就是我们家是分阶段，但我爸做饭实在是太单调了。你爸最擅长的菜是白菜熬豆腐。我最爱吃白菜熬豆腐，但连续吃3年就吃。那确实不行，那确实不行，我也不行。中午是白菜熬豆腐，晚上是剩的白菜熬豆腐，没吃完的。但我爸可以，我爸特别爱吃，只不过是加胡椒粉跟不加胡椒粉的区别，要不然就是冻豆腐跟豆腐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我初中3年每天都是放学先跟外边吃饱了再回来，然后适应性的吃2口再去做自己的事情。但你刚才说你妈妈为了你健身会把水煮肉片里面的猪肉换成鸡肉，你有注意到他们为了你，比如说这个职业的要求，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妥协或者让步吗？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他们也是很少说跟我提及家里面怎么样，然后都是回家里面就给我做好吃的，关心你，对，去关心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控制自己的体重身材，然后有很多他们传统喜欢吃的大鱼大肉、炖排骨啊什么那些，就基本上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就很少炖，因为他们就觉得炖一锅他也吃不了多少，然后你不吃，他们又觉得好像对你太残忍了。对，然后就很难受，他们就慢慢的开始适应我的饮食习惯，就开始吃一些健康的食品，因为他们现在体重也有点大，我也希望他们能跟着我把这个生活变得健康一些。为了了解你的工作，他们也学习开始刷微博什么的。刷，偷着刷，然后为什么要偷着刷？我觉得父母都是会放大那些不好的言论的，有很多的好的评论，但他们只要看到一条不好对我不好的，他们都会心里非常的难受。他不知道是真或者假，反正他会放大。对，他们又不希望说告诉我说我们平时也在看这些。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看？我发现我最近干的所有事情，他们都一清二楚。我参加什么节目，我在哪个节目里面做了什么，然后我的所有的梗，他都非常的了解。所以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在默默的关注我，但是从来不会给我这方面的压力。这个很暖。那会因为儿子是白敬亭，然后就特别骄傲，然后跟同事们或者是朋友们就是去炫耀啊，或者是分享。我妈他们还是把我保护的挺好的，就是他们基本上不会跟外人说我是他们儿子。有一回，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我跟我妈是所在只是一个地方，她有一天回村里边就去大队里面去办那些手续啊什么的，然后就突然有人问，哎，你儿子是不是白敬亭？然后我说谁不认识，就完全明明拿的就是白敬亭的，办这个资料都不认识。但对外都是这么说，就是条件反射。对，他希望就是别给我添加那么多的负担，对他们来说生活上也是一种困扰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小白的父母，这真的是很多父母的一个缩影。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个父母为了我们好，然后做一些妥协也好，或者是退让也好，是不是？家人有这样的经历吗？爸妈对我的歌曲很多意见的，我跟你说。
有一些歌我就快要发的，是很平静的，真的 R&B 的这种感觉。然后他说：“哎呀，佳佳，我真的觉得从头到尾听完没有高潮啊！”爸爸跟你分析一下，一个电影好，要有一个，这个过山车一个上去，然后再又下去，然后你这个太平了，应该在后面最后一个副歌之前把它炒起来。然后我说，对，然后妈妈就在那边，你懂什么？你懂什么给儿子这样？你懂什么？你懂什么给儿子这样？你懂什么？就会这样，我就很可爱。因为我跟他爸妈认识，所以我能想到那个画面非常的可爱。今天开小白的冰箱，我觉得跟我想象的比较一样。小白确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他能够在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较坚持。我相信他因为有家里人的支持，包括朋友的支持，他才能这样就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而没有受太多的干扰。我觉得在这个冰箱里，我们也看到了满满的爱和家庭的氛围。我们在节目里一直说，做饭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情。那其实呢，回家吃饭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虽然可能也不太能够像小白这样，就是那么多的和爸妈住在一起，跟爸妈一起吃饭，甚至拥有一个10几年可以住在一起的老友，但是我觉得尽可能的都回家陪家人，对，一定要多一起去吃一顿饭，一定要，对不对？好，那我们请小白说出他今天的料理诉求。期待。火锅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什么？进我们公司首先必须爱吃火锅，这是第一点标准。喜不喜欢我无所谓，但必须喜欢吃火锅。啊，我喜欢吃。你长什么样没数吗？我看了咱们这么多期，就是大家都是在炒菜做料理，这次能不能把火锅做一些花样出来？我也想吃一吃不一样的火锅。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因为火锅其实没什么要就是调料和放生的东西进去煮嘛，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这个火锅料理能够变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火锅不重要，主要是那个料调料，主要是看怎么弄。对，请各位拿出你们的手机，编写你们现在想到的创意关键词，发到我们的大屏上。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奋战到天亮，兄弟局搞起，呲溜，魔力惊喜捞，裂开吧大土肚子。大土豆子。小白，你选哪2个？我觉得先选一个今天比较贴合主题的，就是兄弟局搞起。兄弟局，今天真的是兄弟局。然后我喜欢那个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啊！我就有那个味儿啊！你们想？对，有那味儿了。我已经知道乐乐哥的是什么了，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你很明显，你自己看一下就好。是哪一个呢？是哪一个呢？正常点。适可而止。我是奋战到天明。那裂开吧大土豆子是谁？是我。磊子的，也就是说乐乐跟磊子都不是了。哦，呲溜是。安老师，果然是安老师，安老师很贴切啊。魔力惊喜捞是谁呢？是我。所以今天是黄老师对林玉植。Oh my god！ 黄老师，你是兄弟局搞起吗？对，搞起。你第一个被选择的啊。搞吧。有那味儿的林玉植，对不对？我是有那味儿。这个是我们最资深的大厨，跟最新的，资历最浅，才第2次来。对 ，OG 可行。今天的2位大厨呢，将会拥有2个明星帮厨，一个是我们的景导，一个是我们的嘉尔。那么他们到底谁会跟谁来搭档呢？我们有 Top and Toddy， 这是哥哥，这是弟弟。那就哥哥给哥哥，弟弟给弟弟。刚好说反了，这是哥哥，这是哥哥。以后来节目戴一个眼镜吧。对不起。好，这个我要给黄老师。那 Toddy 我就要给林玉植。来，准备，紧张了啊！哇，这么残暴的吗，王老师？慢一点了。
哦，黄老师跟井柏然成为一组，嘉尔和林玉植一组。那现在就请2位拿着我们的托盘，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你们听好自己的主厨的指令，到小白的冰箱里面去拿待会儿需要的食材。准备，1分钟，计时。你在走过来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紧张了。计时开始。番茄、鸡胸、干锅底料、冻豆腐、牛肉卷、小龙虾、圣女果、彩椒、西兰花。西兰花，对我也用。这个4星哦。你拿我的面膜要做什么菜？你告诉我。接下来我们就转战到我们的料理区，有2位大厨和他们的帮厨来为白敬亭打造属于他冰箱的专属料理。来到我们的料理区，对于佳佳来讲，还有包括我们小白和景宝来讲，这个环境呢可能比较陌生啊，来身处其中。但是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会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就是我们背后的大 logo 不见了。是因为呢，情深意切的大勋，在他代班结束的时候，我们允许他在现场拿任何一样东西。我们以为他会拿一些实用的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好玩的，但是他非常情真意切的说，他想拥有一个拜托了冰箱的 logo， 他就把我们特别大的一个 logo 给要走了。然后前几天真的送到了他家，我们来看一下大勋接收 logo 的视频，来，请看。谁啊？你好，哎 ，hello， 是拜托了冰箱节目组，这是您上回在节目里要到的这个节目的 logo，然后我们给您送来了。真给我送来了？这给您送来了。那你给我送来了他们的 logo 呢？他们是没有 logo 了吗？那你录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我真是开个玩笑，我其实不用给我拿来，我就是随便说说。如果你们那个后面录制的不影响的话，我觉得那我就收着了。如果影响的话，我可能就送过去，要不然拿你就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意我也懂了，你们的心意我懂了，你还是回去安上吧，好吗？真不巧啊，这怎么打呢？这还好我随身带了一把刀。哇塞！哎，我现在卖了，有人要吗？有人要吗？我们拍卖好吗？卖给何老师吧。我这真给我切割下来了。那放在家里，我家里不成了业务现场了吗？我去，随时随地，别人是不是到我们家都要跟这拜托了冰箱合个影啊？我觉得应该会放在家里吧。一看，比如这是不然是一幅画嘛，后来会画上拜托了冰箱，然后希望这个节目越来越好，然后嘉儿马上要回去了，然后希望他在下面的录制呢顺利啊。然后哥哥这个代班也就带到这儿，最后把你们的 logo 拿走了，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是我收过比较不一样的节目组送的礼物啊。通过跟大家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节目其实不仅是可以学到厨艺，还能跟嘉宾们聊一些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都是非常宝贵的。然后我也觉得节目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看。我有遗憾，就是可能没有跟嘉尔在一起，没有看到嘉尔，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代班的。那好，让我在最后来一次，拜托了，冰箱。然后他后来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就是这个家在他家里特别巨大。我觉得嘉尔你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勋说一声感谢。我真的特别没想到大勋哥这么走心，对不对？对，也帮我照顾好冰箱家族，我特别感谢大勋哥。然后我要跟大勋说，你如果觉得拿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有 logo 了，你可能也想多了，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当然，我可以挂上去吗？我们现在给它挂上去。这个原料啊，哇 ，Go！ 这是一个每一天的瓶子，还有咱们之前的一些回忆。哦，一颗心 ，K， cool。好棒，好棒，好棒！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 logo 交接完毕，现在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料理比拼。今天将是黄老师对玉植，那么我们2位的分别的搭档是黄老师和井柏然搭档。
然后玉池和王嘉尔搭档2位，请就位。我好久没有做菜，我知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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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吗？期待！我今天一天都没吃过，就等这顿。你觉得我不会拖是不是？干活就要有干活的样。我看上他那件衣服很久了，是不是有点冷？要不要披一下？有点冷呢，这。好，你看，你披加尔的。哎呀，哎呀，你别说，这香奈儿是挺香。我那个呢，哥？很香，是加尔香，这也要披。好，来吧。现在在做简单的赛前的交流，弟弟们先来。好，希望你们看着这个的霸气。来，这样子，你们先吧。想好了没？你们先，你们先，你们先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优雅男士的碰胸礼，3、2、1，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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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有点尴尬，重新来。好，有的没的，算了算了，有的没的都结束了，好不好？饿了。景宝是第一次来帮厨，所以呢，希望你跟黄老师可以擦出火花，好不好？现在我们请小白说3、2、1之后，我们就开始倒计时了。3、2、1，计时开始。冰箱里面有葱跟那个香菜，在真空头等舱里面。左边那个银色的。什么？真空头等舱？嘉尔酷不酷？太酷了！真空的，因为这个海信的冰箱特别厉害，它搭载了一个真空的保鲜技术，它是可以有效的隔绝氧气，大大的延长了食品的储存时间。现在冰箱都这么高科技了吗？只有真空才是真保鲜哦。它表面的这个面板特别酷炫，它是一个带冰花能变色，叫做麒麟冰釉。而这边这一台呢，它那个门上有一个显示屏，它是全球的首款全空间的食材管理冰箱，它可以记录食材，管理新鲜。好高级哦。是拿这个香菜对吧？对，香菜跟葱，然后土豆去皮。土豆去皮。对。白哥，我第一次为你做饭，谢谢。哇，王老师，你今天是做传统火锅吗？我今天做一个传统的涮锅，然后呢还给附赠大家一个特殊的锅。哇！期待。哦，嘉尔，你现在这个刀工非常 nice 哎，切的还挺薄的呀。你看，刀工不错，就大小不一。哦，景宝你在干嘛？景宝正在用勺刮那个土豆皮。勺刮土豆皮，这是你自己的方式吗，景宝？对，小的时候跟奶奶学的。你看刮得很干净，最后再用这个料理刀稍微修一下就好了，可以节省一些土豆。哎，玉芝，你那个搅拌器里面是什么？我刚刚没看到。是用豆酱加上芝麻。哦，豆瓣酱加芝麻。对，然后是一个我们家那边的特色做法，那边有油麦菜可以。油麦菜再切啊？对，把它1分为2，比较好涮一点。这个。对，把地切掉。这一下，这。啊呀，这。这个呢，你帮我切成小段。这是葱吗？这是香茅草，也叫 lemongrass。宝儿，你在切什么？我这是切某种草。什么草？啥？香茅草。香茅啊。哦，香茅 lemongrass。黄老师，你切的是什么？是我在切南姜。哦，南姜，我喜欢南姜。你吃过南姜吗？南姜是什么？
南姜是一种姜，但是它比那个姜会多一个不同的味道，有清新味道会多。对。哦，小龙虾，哇，小龙虾下去了，好香啊！哇，好香啊！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啊！是不是很期待？我已经饿了。帮我打3个鸡蛋在那盘吧。OK， 好嘞。好利索。然后你西兰花去一个一个掰下来，因为我们等一下摆盘用。切完之后用瓢羹把这个崴到碗里面，我跟你说怎么夹。OK， 这个蒜要打扁吗？不用用这个，然后您给我放到这里面吧。我觉得宝一直在挖各种的泥。对。哦，哇，这是油哎！黄老师，你真帅。好。这是要做酱吗？还是要做丸子？鸡肉丸子。丸子。哇，我喜欢鸡肉丸子。 8分10秒，加油喽，各位！这个待会儿你帮我削个皮。哦，那一碗酱看起来真的很过瘾，这个颜色特别好看，而且呢有椒的香味儿甜。哇，你们切的好均匀啊！一个个大还是小？一个个小一点，汤圆一样，汤圆一样。哇哦，这什么东西下去了？我用番茄加番茄沙司做一个汤。哦，番茄汤。蜜汁，你刚刚放了一堆什么草下去？葱，小葱啊，给番茄多一点点味道。好，现在把小龙虾拿出来了。哎，快看一眼王嘉尔，王嘉尔一直在很用心的干着。怎么这么半天还在忙这一件事情？是你在看他，他只觉得你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个动作。你看 OK 吗 ？OK 的，很漂亮，非常漂亮。一个番茄的，一个辣的是吧？对，因为嘉尔不吃辣。没事，不用在乎我。要啊，要啊，要啊！所以你是鸳鸯的，鸳鸯的，鸳鸯的。啊 ，nice！ 哇！其实辣的话还蛮讲究那个底料的。这个锅底看起来很诱人。这是刚刚煮小龙虾的那个汤，不会小龙虾告诉我不要了吧？那不行，不会吧？小龙虾熬汁儿用的。不会。哇！他用炭锅，在这个锅上面抹上油。这个是附赠的火锅，附赠的火锅，底下那个炭是已经点燃了，对不对？是的，是的。酷。为什么景宝那么慌忙啊？因为我在拼盘。
OK。哇，这么短的时间用了3个啊！为什么放了一个碗在上面？我想让那个造型固定形状。对对对。嗨。这个可以掰一下，可以掰一下。哦，来了。好期待。好，鸳鸯锅的，你这是番茄底倒下去了吧？番茄底。王嘉尔怎么还在火？哦，不要全部说完，我们要留一点。OK， 做一个最后最大的。可以，超级大的。OK。螺旋丸。小白 ，For you， 太大了。好，感恩。在哪里拿盘子对吧？对，放在哪？这些吗？对，全部放进去。现在把方太水槽洗碗机的果蔬拿出来。方太水槽洗碗机可以3重浸透去农残，把果蔬洗得更干净。它那个不但可以洗碗，还可以清洁蔬菜，可以去农残。哇，烤蔬菜！好，现在开始倒汤底了。就是只要那个汤，好，再加一点胡椒进去。现在整个料理空间里面已经满满都是火锅的香味了。好香啊！最后120秒，这个就放在中间啊。可以。太漂亮了吧，那个火锅。还有个不行了，不行了。撒了什么上去啊？手葱。还专门做了那个小料。对。吃火锅呢，一定要穿别人的香奈儿，要不然会弄脏自己的衣服。好，来上菜了。辛苦黄老师，辛苦一直，太精彩了！15分钟，我们没有想到火锅还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做法，而且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来自于我们小白自己的冰箱。好，来啦！哇塞！请各位注意啊，是这样的，这个黑布上的这一部分都是黄老师这边的啊。您的锅底是左边的是那个是香草风味的，调料是在那个有2个颜色，一个是红椒的，有不同的。对，然后这边的锅，这是预制，哇，真的是不转过来就味道就不一样了。那现在这样，因为火锅啊，咱们就是真的只能大家就一起吃。来吧，招呼吧，来招呼。别客气，当自己家一样。那边的食材可以都放在那个香草的火锅里面，可以蘸配那个红椒酱。哇，这个鸡肉，鸡肉，哎呀，
有蛋卷。鸡蛋是可以直接吃。这个鸡蛋应该蘸哪个？可以蘸那个红椒酱，然后那个酱汁儿是烤肉的酱汁。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来。怎么样？我这个酱料真的，我们帮厨从台子上面搬到台下面，再帮着翻烤肉。翻的什么？好好翻呀！这怎么翻一半不翻了，服务就不到位。哇，这个酱真的绝了！给景宝来点烤肉，来，宝。哎呦我这太香了！老毕了，带劲，好像过年啊，哥。对。来，你涮肉在这个里面自己弄，好不好？这个胡椒汁儿也好香啊！挺好吃。不是这个鸡肉丸里面，有爱。一直你这个调料里面有什么？这个是里面有豆酱，有芝麻花生酱，混合之后用油炸，加蒜加糖调味。我这个酱都很香，太好吃了，真的。对，出乎我的意料。我第一次吃小龙虾味道的火锅，好吃。我这个停不了啊，完全停不了，特别不像拜托了冰箱。年夜饭。上菜了！像剧组在那个房间里面会餐，然后椅子不够，大家走着吃。哇，好吃，可以沾手指吃。这个酱也厉害。这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试吃。这个环节本身没有什么长。是这样的，本身吧，就是到这会儿一般，因为不像火锅，它有这么多食材，一般这会儿都已经吃精光了。把它打包带走。打包带走。这个好吃吗？不可以吧？会有点辣。有点辣怎么办？喝小白乳。喝小白乳对味是不是？解油腻解辣。那我们就请嘉儿给大家发一点我们的每一天小白乳，好不好？来唤醒肠胃消化力，白吃白喝无负担。每一天小白乳真的跟火锅好配啊！怎么办？你怎么办？我真的选不了，如果是我的话，是没法选。你先说说你的感觉。一个是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传统一些，就是跟我日常吃的，除了食材上有不一样的之外，然后这个搭配是日常吃的比较多的，然后那种是完全我在生活中没吃过的味道，它吃上去的层次就比较多，再加上它这个酱料非常独特，我觉得就配上这个酱料，它那个香草的味道会更饱满。其实这个酱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能各种椒剁在一起。然后那个丸子我本身以为它只是闹着玩的搓一搓，真的很好吃。对，好，我们今天依然是有且仅有一枚我们的主厨勋章，到底谁会获胜呢？我们请白敬亭做出今天的艰难的选择。我是给我也选不了，今天就这个真的太难了，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吃，而且混搭起来更好吃。但我觉得今天更胜一筹的可能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吃到了爱的味道。我喜欢，谢谢。我觉得那个丸子真的很好吃。都可以。好，祝贺一直，同时我们也感谢黄老师今天的惊艳的表现，确实是除了火锅，还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烤肉锅，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小白姐回来，我们听听看一直今天的感受。因为在我印象里面，火锅是一个跟兄弟吃的、跟朋友吃的、跟家人吃的，所以我想说，可以照顾不同人的口味、不同人的喜好，
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边聊天，吃着自己爱吃的东西跟口味，是火锅的真谛。祝贺！然后我们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景宝、嘉尔，非常辛苦。再一次祝贺玉植，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黄老师，谢谢。本节目由清爽零脂肪好喝助消化的每一天独家冠名播出，唤醒消化力，活力每一天。本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立顿联合赞助播出，一杯好茶换元气，轻盈自在无压力。感谢水槽洗碗机原创发明者方太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拜托你家水槽该换了。本节目由好运锦鲤竹叶清酒只给我喜欢的人赞助播出，竹叶清酒草本健康，丝丝清甜。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下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拜托了，陛下，陛下。泡一下，再忙也要休息一下。泡一下，有分量，也要有线条。泡一下，想吃就大胆吃。立顿荷叶白茶，此刻一起好好喝杯茶。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感谢新浪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特别合作媒体新浪娱乐的大力支持。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不错，这个还不错。那个啊，天勺。上知乎 APP 搜索“拜托了冰箱”，加入知乎圈子，赢限量签名照，更有爱豆不定期空降与你惊喜互动。What's up？ 这是林玉之阿 No，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鸳鸯火锅。那么我们第一步呢，会来先制作我们的特色酱料，用1:2的比例混合芝麻花生酱跟黄豆酱，用搅拌机搅拌，一定要确保里面的黄豆被搅碎。起个油锅，油要稍多一点。油热之后，加入我们的蒜头，记得要控好火候，不能让蒜黑了。出香味之后，放入我们刚才搅拌的酱。因为2个酱的咸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加入白糖，慢慢的让酱和油混合，就可以盛出来了。这个料制作之后呢，可以在冰箱里密封好，可以放1周，拌面也可以吃。拌饭也可以吃。好，我们来制作我们的锅底。先来做我们的辣锅，姜末、香料，出香味之后倒入我们的小龙虾。我们把小龙虾取出，夹出辣椒与桂皮，麻到了香锅底料，加入温水，生龙椒、花椒、盐起劲，让它煮的就好了。然后我们来做我们的番茄锅底。不喜欢吃皮的可以去皮，但今天我选择留着这个皮。不用搅得太碎，起锅给点油，姜跟蒜，稍微炒出香气，加入我们打好的番茄汁，它会非常快的就出番茄汤底的红色。取2根可爱的小葱打成葱结，最后加入金不换，倒入我们的鸳鸯锅。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鸡肉丸子，鸡胸肉切丁放入搅拌机，稍微的给一点水，加入1个鸡蛋清，搅拌。玉米淀粉、糖、胡椒粉加盐给底味，用手搅和搅和。胡萝卜切片，鸡肉搓丸子放在胡萝卜上面。接下来就是准备我们的涮菜，蚝油、蒜蓉、香菜、香油、酱油碟，用姜末，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调配的底料，那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鸳鸯火锅鸡肉丸子以及特色酱料就到此完成，希望大家吃得开心。你知道吗？冰箱里藏着意想不到的治愈力量，它像一个看不见的记录者，偷偷观察着是什么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干杯！拥有过多少故事。它见过你的喜怒哀乐，偶尔的失落，我的水面上明亮的眼睛那就好了。小小的期待，拿出美味的寿喜烧吧。突然的惊喜，简单的快乐。我们无法得知生活会不会回应我们的每一个愿望，但打开冰箱的那一刻，拜托了，我们总会充满期待。